魏无羡，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什么？暂缓是暂缓到我能领证的年龄吗？蓝忘机，魏无羡扶额，大叹道：“好吧，这个理由太充分了，我无法反驳。我同意了，那就暂缓2年吧，先订婚就行。”为了准未婚夫的习惯着想，他决定今天守一下规矩，于是绕到蓝忘机背后，推着人回食堂。他道：“走走走，咱们先回去把餐盘收拾了，再跟你的同学们打声招呼，还有40分钟上课，剩下的边走边说，节约时间。”实验楼、教学楼和3食堂差不多是个三角形。魏无羡两人十分默契地选择了折中路线，也就是夹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中间的林荫路，稍微绕远但又不会太绕，多走一小段，换来多同行一会。工作日的午休，林荫路上人不多，尽管如此，魏无羡还是犹豫了好一会，要是普通朋友，搭肩搂背都没问题，换成男朋友，反倒放不开了，最后到底放弃了牵手的打算。好在两人距离十分近，总能蹭到对方的肩膀和指尖。蓝忘机一手抱着课本，步速比单独走慢得多。魏无羡歪着头瞅着他直笑，挤眉弄眼道：“二哥哥。”蓝忘机，魏无羡，蓝二哥哥。蓝忘机，怎么？魏无羡，我好好奇呀，我只提了一句毕业之后不想和你分开罢了，你怎么会想跟我谈婚论嫁的呀？蓝忘机，魏无羡，让我猜猜，难不成这是战哥哥早就想过了的？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不回答，那我就当成默许了。蓝忘机走得快了些，太欲盖弥彰了吧？魏无羡心里狂笑，紧走几步追上去，道：“哎，你别走那么快，刚吃了饭不能剧烈运动的。上次在浴室嘛，我不是想逼你回忆什么心理阴影，只不过想问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觊觎我而已。还有结婚，刚才你那算是求婚吧？咱俩才可虽说连床都上过了吧，但你这就求婚，可把我要吓死了。不过突然袭击也挺有意思的，主动出击的二哥哥我也很喜欢呀。”蓝忘机脚步顿住，一言难尽地注视着魏无羡，道：“不是你向我求婚吗？”魏无羡，啊？蓝忘机，他求婚？他什么时候求的婚？还是说他说了什么，被蓝忘机误解他在求婚？不是，等等，关键是蓝忘机还答应了。魏无羡心里惊涛骇浪，拼命回想。刚才他问蓝湛毕业后的打算，蓝湛说继承家业，然后他说毕业之后你去哪儿，我也跟着去。这算是哪门子求婚呢？他只是表达了想跟恋人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愿望吧？怎么会误解成求婚了呢？蓝湛这也太三级跳了吧？又不是800年前的老古董，嫁鸡随鸡。嫁鸡随鸡。魏无羡，他被自己的脑洞逗得捧腹大笑，扑上去冲着蓝忘机的脸颊啵了一口，道：“哈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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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的妈，蓝湛你简直太可爱了！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求的婚，嫁鸡随鸡，很有道理。哈哈哈哈！”蓝忘机绷着脸把人从身上撕下去，魏无羡就在跳上去，再撕再跳，最后蓝忘机实在没辙了，干脆微微蹲下来，说：“我背你。”魏无羡顿时炸毛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大笑着转身溜了。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。魏无羡盼星星盼月亮，掰着手指数日子，好容易挨到了周五，距离约定日只剩短短1天了。凌晨4点多，手机催命似的响了起来。魏无羡睡意朦胧地抓了半天，试图搞死吵醒他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先抓到一句熟悉又温暖的抱枕，便舒适地叹了一声，埋进抱枕怀里，打算继续之前的美梦。接着低沉的嗓音响了起来，道：“再睡，我会代为转告。”魏无羡一个机灵睁开眼睛，抢走电话一看，来电显示是女王大人，他吓得魂不附体，忙道：“妈。”对面回道：“我听说考试日你不回家了。”正是魏无羡伟大的母亲大人臧瑟瑟，语气十分柔和，音调也十分平淡，怎么听都是普普通通的家长式关心。但扯上臧瑟瑟，事情永远不可能这么简单。魏无羡听得心里越发毛，道：“对呀，学校有别的安排。臧瑟瑟，你重新说。”魏无羡：“我和同学有安排。”臧瑟瑟：“这周末回夷陵一趟。”魏无羡：“
不是，妈，我周六上午排了课，而且现在已经周五了，不知道买不买得到机票。臧瑟瑟，第二次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魏无羡连忙坐直，双手捧着电话，恨不得再加敬一个军礼，道：好的，母亲大人，没问题，母亲大人，我一定回去，保证回去。买完机票需要发给您确认吗？臧瑟瑟，不用了，我跟你爸马上登机，周六一零见。电话便十分利索地挂断了。久别重逢的喜悦并不是没有，可那点虚弱的小火苗，在恐惧和心绪掀起的巨浪面前，简直不值一提。魏无羡捧着手机，几乎要哭了，可怜兮兮地对蓝忘机道：怎么办呢？惨了，为什么我妈会忽然三更半夜搞突袭呀？为什么偏偏还被你先接到了呀？蓝忘机按着他躺下，又替他把被子拉严实，道：怎么了？魏无羡，我妈洞察力超级敏锐，你一接电话，她绝对会猜到我没乖乖在寝室待着，这次回家我要惨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她肯定要严刑逼供的呀，我该怎么说才能蒙混过关？蓝忘机，我陪你回去。魏无羡猛地抬起头，微弱的息光下，蓝忘机神色淡然又平静，好像这么做理所应当。这个提议太有诱惑力了，不仅不用孤军面对父母双打，说不定还能和蓝战多发展点什么。但随即魏无羡又想到蓝忘机星期天的排满的实验日程，还是摇了摇头，道：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吧。我跟爸妈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，他们拍摄行程排得特别紧，难得挤出空闲飞回来一趟，我不陪说不过去。况且我也挺想他们的，挂念了整整1星期的计划，就这么突兀地泡了汤。魏无羡低落沮丧，干脆抱紧了蓝忘机的腰，把脸埋进那淡淡檀香味的睡衣里，当起了鸵鸟。蓝忘机，不必瞒着，实话实说，我也会和家里坦白。他一开口，胸口跟着微微震动，贴紧了听，竟然更低磁了。魏无羡耳朵被震得发痒，不自然地挪开了些，道：瞒什么呀？肯定瞒不住的。我妈一抓得住隐形兽的职业猎人，抓我调皮捣蛋一抓一个准，什么不可能瞒得过他？我只是有点紧张，你说，蓝忘机，不会的。魏无羡，万一不会？蓝忘机亲了一下魏无羡的额头，把人又搂紧了些，两人几乎完全贴着了，又道：还有我。可是咱俩都约好了的，暖烘烘的被窝和臂弯，舒适又催眠。魏无羡打了个小哈欠，还是忍不了这委屈，小声嘟囔道：我的大拳套都没了。迷迷糊糊中，魏无羡感觉到似乎被什么蹭了一下脸颊，依稀有什么时更热的东西顶在他肚子上，以至于他迫不耐烦地屈起腿，以一个十分憋屈的姿势睡熟了。魏无羡到底还是赶周5的红眼航班回去了，落地后足足失联了16个小时。